老板兑奖，老陈又中5块啊！双色球1等奖。常贵，教你半天耳朵聋了。你国家今天请客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一天到晚钻废品堆里，谁找得着你？你一会儿到了先别进屋，后院有几张旧桌子，还有个坏冰柜，你帮忙搬出来。那按废铁算。陈常贵，你别拿外人那套糊弄我，那冰箱也不能便宜给你。那你找别人收。找别人不还得花力气搬？你不是正好干这个的吗？这样，钱按整计算，2倍。坏冰箱买不了2倍。那180。80。80？你口水呢？那不行。我按价收。你还跟我算钱？都是一家人，帮点忙还张口闭口钱。宾馆你拿走，桌子留下。今天我也能上桌。你这话说的，来了还能不让你吃？还是季选，你这坚持劲儿，干啥都能成，就是命不成。命也能成。德王哥，搭把手，你自己弄呗，你不是天天搬废品吗？德王，你这堂弟力气大，收破烂练出来的。别这么说，常贵也是靠手吃饭。不，你个身上长不这么臭。别靠紧张，他也是咱家亲戚吗？远方的，拖出来就行了，别挡客人的路。 80。啥80？冰柜钱。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180。坏冰柜80。陈常贵，你别当着人面跟我乱看。那就不收。不收随便走。咋了？他要坑自家人，好好一个冰柜，他就给80。坏的，常贵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太计较。那就不算钱，我帮你们搬出来，冰柜留下。留下干啥？客人来了看见不丢人？行了，80就80，先拿走，少说2句。常贵，等会儿别走，吃口饭。不过今天人多，主桌你就别坐了。我知道。不是哥不让你做，主要领导都在，还有几个做生意的朋友。你这身衣服丢人。你咋这么想？哥是怕你拘束。他拘束啥？脸皮厚着的。小孩来坐还有空，让他坐那儿吧。你别当着人面说。怎么了？小孩坐怎么了？他坐大坐，人家闻得味味还吃不吃？怪不得打一辈子光棍儿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少说2句。我说错了，50了，连个媳妇儿都没有，天天收废品，还怕人说？饭我不吃了。大喜日子，你摆啥脸？废品站没人看。你那废品站还能有人偷？一堆破烂。常贵，听说你今天在德王家甩脸子了？没有。全村都传开了，说你为几10块回收钱给你哥翻脸。本来就是假。你就是走。德王开建材店，1年几10万流水，你跟他比啥？你呢，守着一堆破烂。上次赊的面钱还记得不？17块6。记得就好，不是婶儿催你，婶儿也得进货。明天给。你哪次不是说明天？你也50了，不能总这么过。这屋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你爸妈要是在，行了，挂面拿走，先吃。多少钱？先记账。彩票还买吗？买了。死心眼儿，买了这么多年，中国最大的也就20块吧。50。哟，还挺骄傲。你要真中奖了，先把我那17块6还了。行。再请婶儿喝奶茶。奶茶贵。瞧你那点出息。
前区一样，后区一样，一样，还是一样。老板，兑奖，老陈又中5块啊！双色球1等奖。老陈，你说啥？1等奖？你昨晚喝假酒了？我查过了，查啥？号码查几遍？7遍。咋了？老陈真中奖了？老陈，你跟我进后屋。你这是1等奖，具体得去市里兑奖中心，单注奖金500多万，扣完税400多万。今天周日，兑奖中心不上班，你先回去把彩票收好，证件都带好，明天去市里，尤其别告诉你们村的人。为啥？你真不知道？你穷的时候，他们笑你2句，顶多让你难受；你有钱的时候，他们笑着来找你，那才要命。别看了，快回去！老陈中了多少？5块。我就说嘛，你人命中5块就不错了。晚上请我喝酒啊？行。喝啥？红塔山。烟酒不分，活该你收废品。常规，这么早去哪儿？镇上。空车去镇上办啥事？买锁。常贵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事？没有。你那废品站有啥值得说的？老鼠进去都得哭着出来。过2天村里开会，村长说你那废品站影响村口形象，让你去听听。开什么会？新农村评选，村口要整治。你那堆破烂最好年前清了。早该清了。外村人一进来，先看到你那废品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村是垃圾场。知道了。你看他那样，跟谁欠他钱似的。别管他，一个收废品的还能翻天？干啥的？兑奖。挂石楼去店里兑？不是挂了，那是啥？双白球。双色球是吧？多少？1等奖。你等一下。喂，张姐，1等奖中奖者来了。先生你好，请跟我来。陈先生确认无误，领中的是否1等奖？单注奖金510多万，扣除个人所得税后，预计到账410多万。什么时候到账？3到5个工作日。今天不能拿。不能直接拿现金，建议您重新办一张银行卡，大额资金使用更方便。为啥？安全也方便管理。陈先生，建议您低调处理。很多大奖得主出问题，不是因为中奖，是中奖之后身边的人变了。怎么变？以前不联系的亲戚会联系你，以前看不起你的人会夸你，以前不借你10块的人会开口借你10万，以前没人管你怎么活，突然所有人都会替你规划人生。您记住，钱是您的，不是谁知道了谁就有份儿。我记住了。常贵，去市里了。不是说去镇上？后来又去了市里。办啥事？私事。你以前可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村长找你废品站整治的事，他咋不自己来？让我带话。哦。还有，后天我家吃饭，你来。吃啥饭？自己家人聚聚。啊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啥意思？废品站忙着收破烂儿。常贵，哥发现你这2天有点飘。没有。人不能忘本。哥，我本在哪儿？你说啥？我本在哪儿？
当然在陈家。陈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坐哪儿？你还记这个？记得。你个大男人咋这么小心眼儿？穷人的事不记清楚，别人就当没发生过。行，看来你是真有事。没事。你慢睡都行，别慢过。哥，真没事。哼，最好是。以前这门关不关都一样，没人惦记一堆废品。从今天开始不一样了。睡，睡在外面。堂官儿，是我。哥，这么晚啥事？你咋还插门了？以前你这门不是一推就开吗？风大，开门，哥跟你说两句话。明天说吧。常贵，哥想了一晚上，你是不是中奖了？别紧张，哥就是问问。没有，真没有。那你今天去体彩中心干啥？我有个朋友在市里开出租，他说看见你进了新华路那栋楼，那栋楼1楼就是体彩中心。常贵，你跟哥说实话，你到底中了多少？常贵，不说话了。哥，你看错了。我看错，我朋友说得清清楚楚，50来岁，炮军大衣，骑电三轮，进了体彩中心。市里穿炮军大衣的人多，收废品的也多。常贵，哥不是外人，大半夜来就问这个，我担心你。你笑啥？哥，你以前没这么担心过我。以前你也没这么不对劲。你要是真中了，就跟哥说一声。哥不惦记你的钱，是怕你守不住。没有。那你去体彩中心干什么？兑奖。还说没中？中了。多少？5块。你耍我！哥问我兑奖，我说了。陈长贵，你别忘了，你爸走那年，谁帮你家搭的棚子？这棚子是我一根铁皮一根铁皮捡回来钉的。当年他爸确实来过，喝了半杯水，骂一句这破地方狗都不住，就走了。哥，棚子是我自己搭的。你现在连这儿都不认了？我认事实。常贵，哥不跟你吵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逼你。但你记住，钱是福也是祸。你一个人，没老婆没孩子，村里人一句话就能把你架起来，到时候没人帮你，你别后悔。知道了。哼哼，你知道个屁！他怎么知道我去了体彩中心？出租车朋友真有这么巧？还是从我早上出门他就找人盯了？常贵，听说德王昨晚来找你了。你咋知道？村里有啥能瞒住？王秀兰到处说呢，你是不是有事？没有。王秀莲说你去体彩中心了，你要真中了。算了，我不问，真中了也别说。为啥？我这张嘴不牢，怕忍不住。德王算盘响，王秀莲嘴碎。上午村长开会，村口整治，说白了，冲你废品站来的。以前靠他吃饭，现在成脏东西了。你去不去？肯定说难听话。南通话我听得多。你今天眼睛倒抬起来了。常贵，德王昨晚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啥？说你可能中奖了。你信吗？不信，但我觉得你有事瞒我。姐，我不问你有没有中奖，也不问钱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安全不安全？
安全。别骗我。没骗。村里人问你，你别急，你嘴笨，能不说就不说。德王要是逼你，也别跟他吵，他好面子，一吵就上头。王秀兰再说难听话，你当狗叫。姐，你以前不是让我跟他们搞好关系吗？以前你穷，姐怕你一个人没人帮。现在我看明白了，你越让，他们越觉得你好拿捏。长贵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你记住，你是我弟，不是谁家的钱袋子。这句话比中奖还让我踏实。长贵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行。呸！听说你最近晚上都锁门？你那屋还有啥怕人偷的？不会藏着什么宝贝吧？老陈是不是收废品收到金条了？那是金条，人家去体彩中心了，真中奖了！中奖了还能站这儿？你个瓜娃子！行了，大早上的说啥呢？常贵，进去坐。坐哪儿？有凳子就坐。这回可没有小孩坐了。人差不多了，最近要搞春容评比，脸面干净了，外面人才愿意来。村口确实摆放杂乱，尤其进村右手边那一堆废纸壳，风一吹满地都是。常贵啊，不是说针对你，你那个废品站确实影响村口形象。你也表个态。表什么态？搬啊，搬哪儿？先清出来，后面村里再给你协调地方。协调哪儿？这个要研究。什么时候研究好？你先配合，就是先让我搬，搬去哪儿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安排不知道，影响我吃饭也没人管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村里会考虑你的实际困难，村里不是不给你活路。你可以继续收废品，但不能堆在村口。村东头有块空地，先临时放。那块地是谁的？集体的。有手续吗？临时放要什么手续？我现在这个废品站，当年也是临时放。常贵，村长是为你好。哥，你昨天晚上也说为我好。行了，常贵，今天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通知？年前必须清。我不清啊。那村里只能按规定处理。什么规定？村容整治规定。拿给我看看。你这是不配合工作。差不多行了，你真以为自己得了？真以为什么？没什么，这事先到这儿。常贵，你回去好好想想。要我搬？可以，给我正式通知，写明搬迁原因、搬迁地点、补偿方案，还有以后出了问题谁负责。你一个收废品的，哪学的这些？昨天去市里见识了一下。你去体彩中心了？嫂子，你这么关心我，是想替我兑奖？我就问问。老陈，你真中奖了？没有。没有你今天这么硬气啊？我以前太软，这话听着怪怪的。常贵，刚才人多，哥说话急了点儿。晚上来家里吃饭，你嫂子炖鸡。不去。行，晚上不来，以后有事别求我。好。我去镇上办新卡，奖金还没到。存多少？100。陈长贵，您这张身份证快到期了，记得还。好。陈叔，真是你啊！来银行干啥？办卡。我姨说你最近手头挺宽裕，你回去告诉你姨，她再传，我就去她家门口收废品，从早收到晚。陈叔，你这玩笑。我没开玩笑。院子里有脚印，不是我的，你还没干，这是铁石画的，还没到账，他们已经等不及了。明天之后会是什么样呢？以前我总觉得村里没有贼，现在才知道，贼不是不来，是以前的我穷得不值得偷。陈叔。
这么晚拿铁丝帮我修锁？陈叔，你别误会，你凭啥拍我？我是看你锁歪了。那行，我拿给你姨看看，让她夸夸你多热心。陈叔，我错了，我就是听我姨说你可能中了彩票，想来看看。你姨让你来。真没有，我在银行碰见你，村里又在传。谁传的？不说我明天把视频发全村儿。是我姨，她说你肯定中了大奖，藏着不认，让我留意你屋里有没有票据和银行卡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。但找到证据干啥？她没跟我说。现在给她打电话，开免提。太晚了，你敲门不嫌晚，打电话嫌晚。咋了？找着没？看清楚那老东西屋里有没有存着没？姨，我被陈叔抓住了。你个蠢货！嫂子，找我存折。小孩子拿铁丝玩耍，不懂事，你别见怪啊。小孩子24了，刚才你又问他存折的事，我全都录音了。明早带陈德豪来我这儿道歉，不然我把视频和录音发村群。你做梦！你不就是有点钱吗？你装什么装？嫂子，你终于说实话了。签子拿走，滚！风从村口吹过来，很冷，但我心里却烧着一把火。以前他们看不起我，是站在明处；现在他们惦记我，是躲在暗处。400多万，常贵，看你今天状态不一样了，是不是钱到账了？省劝你一句，要是真金搬走，离你嫂子那家人远点。我再想想。陈常贵，你昨晚把小川吓坏了。常贵啊，孩子糊涂，都是一家人，多闹太难看。咋了？找着没？看清楚那老东西屋里有没有存着没？嚯！半夜敲门了，够了，我替他道歉。不是你，是他。我给你道歉，你一个收破烂的，算什么东西？你配吗？行。常贵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哥，如果我没钱，这叫小事；如果我真有钱，这就不是小事。你们昨晚来找钱了。陈先生，您看我们这几款理财彩票收益特别稳定，非常适合您这笔资金。不理财，办2张新卡，分开存钱，再取5万现金。告诉你姨，我取了5万。知道我有钱，但不亮底牌，人乱猜，马脚就多。常贵，你取5万了，你还真敢往外说？老陈，你真发财了？没有，买了匹飞通。你骗鬼了！他承认取5万了。你看，穷人有点钱就飘。常贵回来了，进屋说。不太方便。昨晚那个事我听说了，都是误会。今天来是商量废品站的事，村里可以帮你找新地方。租金、水电、手续，我怕吃亏。谁能吃你亏？现在谁敢吃你亏？昨晚不是刚吃过？常贵，叔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要是愿意配合搬走，等后面村口改造有补偿，会优先考虑你。你今天不是来让我搬废品站的，是来确认我到底有多少钱。常贵，你这就想多了。村口修路要10来万，你现在日子好了，带个头，出个3、5万啊。德旺哥出多少？你呢？出多少？这不是多少的问题，是态度问题。那我出500，态度到了。500？你打发叫花子了？哥，你开建材店，修路出多少？常贵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现在日子好了，不能光顾自己。你看我这日子哪里好了？我住铁皮棚吃挂面的时候，没人说大家一个村。现在你们听说我取了5万都来了，那你就拿着钱过你的吧。以后村里有啥事别找我们。我找过吗？行，那500我先记上。写申据，注明修路自愿捐款，不是怕村里吞了，是怕有人以后照耀我一分没出。行，算我怕了你了，行吧？
陈先生，听说您手上有资金，想全款买房。县城现在的房价大概多少？大概在4000左右，不过有几个新楼盘性价比很高。明天上午我去看看。建材店最近周转不开，哥想给你借30万。什么时候还？利息多少？写借条。亲兄弟，你还让我写借条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钱了，就谁都不放眼里了？哥，我现在才开始把自己放眼里。你记住，钱这东西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人情也是。你到底有多少钱？姐不问，姐就是怕你一个人扛不住。明天去看看你吃没吃饭。这一夜，我终于睡了2个小时安稳觉。大家看看啊，陈长贵中了彩票不认，村里修路只出500，这种人是不是忘本？他出来了！嫂子，拍清楚点儿。村里修路，我出了500，自愿捐款，有收据。咋了？找着没？看清楚那老东西屋里有没有存着没？你滚掉！你个龟儿子，滚掉！大家也看看，我陈长贵收了27年废品，没偷过谁，没欠过谁。谁要是在半夜敲我的门，白天堵我的院子，拿亲戚2个字逼我掏钱，我就直接把证据放出来。常贵，视频删了，你要多少钱？哥，你终于说出来了，在你心里，这事不是对错，是多少钱能压下去。今天这事就到这儿，再有下次，我就不在村口放，我去你建材店门口放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。陈长贵，你以为手里有几个视频就能把一家人往死里逼？我没逼你们，是你们自己走到尽头里来的。你少装！要不是你藏着掖着，我们至于这样吗？我的钱放我家叫藏，这话倒也没毛病。常贵，今天人多，哥不跟你争。你每次人多的时候都不跟我争，没人的时候就半夜敲我门问我中了多少。大早上的别堵人家门口。德旺，你们2口子也是，有啥事不能白天好好说，非让外甥半夜拿铁丝来关心人。他今天必须说清楚，到底有没有中彩票？嫂子，你想听实话？行，我中了5块。常贵，差不多得了。你真觉得你能一个人跟全村拧着来？我不跟全村拧着来，我只跟惦记我钱的人拧。我以前就是太把你们当亲戚，现在我后悔了。行。哎，你以前像块石木头点不着，现在像干柴一点就炸。你听婶儿一句，县城房子真可以看看，人离开这儿，闲言碎语就少一半。我明天就去县城看房，至于废品站先不动，村里想让我办，得拿正式文件来。你现在说话不慌，真像个有钱人了。其实我心里慌，你看不出来，那就好。你这是过日子还是躲债？没人你装监控。放贼睡觉踏实。德旺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手头宽裕了不认亲，还用视频敲打他媳妇儿。我把这2天发生的事跟我姐说了，但是中奖的事我没跟她说。他姓陈的真是把脸丢尽了。姐，你不问我中奖的事？我问不问都一样，你想说自然会说。吃饺子。常贵，姐以前也嫌你没出息，嫌你收废品不好听，还教你相亲时撒谎。姐总以为是为你好，可忘了你已经被踩了一辈子了。姐给你道歉。姐，你没想害我。
以后你有多少钱，姐不问也不拿。你只记住，别把钱给最会哭穷的人，先给自己买条退路。姐，我明天去县城看房。买，赶紧买！爸妈要是看见你能买房，不知道多高兴。来看你有钱的弟弟，你这个当姐的可得抓紧，完了钱都让别人接走了。我弟穷的时候你让他坐门口，他有点起色你让外甥半夜敲门，你还有脸说别人？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嫁出去的闺女管陈家的事干什么？我弟姓陈，我也姓陈，我弟没钱的时候我也敢骂你。都是亲戚，别闹太僵。王超不是我让去的。哼，是谁让去的？你心里没数？常贵，你现在有你姐撑腰了。我姐一直在。桂兰喝口水，刚才骂得真好。姐，你下午回去吧。我不回，今晚就住这儿。你是怕我在这儿他们不好下手，那我更不能走。陈先生，您明天上午几点方便看房？明天上午9点，县城汽车站见。中介，明天我陪你去。我给你姐夫打电话了，说在你这儿住一晚。姐夫没说啥。他说别掺和你家的事，我就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姐夫那人嘴笨心不坏，就是怕事。桂兰也在啊，那正好。关于村口整治和废品站搬迁，村里出了个初步方案，一起听听。我先看看。给他看，工作也得给人看。昨天是通知，今天是自愿。你先看内容，村里经费有限，补助1000元，帮你协调临时堆放点。村长，光搬废品都不止1000，村里谁家破烂往这儿送的时候不说影响村容，现在让他搬就嫌影响了，你别占便宜。常贵，我今天是好好来谈的，这个我不签，除非有正式补偿，不是征收我不搬。全村都在评比，你就不能配合一下？村长，我50岁了，以前低保危房补照照顾过我吗？我坐门口吃饭的时候这么不说大家是一个村，现在让我搬又成一个村了。村里都在说你要买县城房子，哼，房子是房子，废品站是废品站，你不搬村里可按程序走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常贵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想我。姐，明天看完房，我去找个律师。有些委屈，别人替你说出来，比自己说更疼。这里像人住的地方，房东急卖，报价42万8，全款的话41万左右，有希望啊。那先查产权，再找律师看合同。这个不能签。镇上在做5、6元配套道路和村口环境提升项目，你的废品厂很可能在红线内，签了自愿清退，后面拿补偿就很被动。记住，保留经营证据和村里的文件录音，不签任何自愿放弃的文件。陈先生，你这个是不负责，但容易被熟人关系搅乱。熟人说情的时候，更要看文字。常贵，这次你绝对不能让，他们不是怕你影响村容，是怕你不签。我知道。陈常贵，今天带姐姐来壮胆啊！带个蒙北人，最好别闹，赶紧签字。这个表我不能签，第一行就写了自愿搬迁。不想搬就直说，装什么懂？我现在是不懂，所以我叫了律师。陈先生，孙律师，这是内部会议，涉及陈先生，我有权审阅。常贵，开会都请律师。哥，进货不也看合同，都是签字。收废品的装大老板
财产权益不由你决定。你说的是不要脸？行了，这是推进项目。我只是想看清楚再签。这个表他不能签，为什么不能签？全是自愿放弃补偿。村长，这叫登记表？这是镇上的模板。别签放弃权利的文件。他影响村容，他有理了。闭嘴！扯这些干什么？影响村容可以整治，不等于无条件放弃。要不先把表收回来？看看纸上写啥就知道。收废品时村里没管你，现在要搬了，管得挺勤。这是登记，不是诉苦。你是不是想趁机讹钱？嫂子，你不是想管户？他是陪村民代表来的。村民代表有任命书吗？陈长贵，你来找茬的？哥，亲兄弟明算账。行，你不签，项目推进。这事变成了全村怀疑。你今天把村长得罪狠了。你的棚子当年是我爸点头让你打的，你别不认账。我认账，但要有章。你爸让我大棚的纸呢？陈长坤，你现在开口闭口都是账，简直毫无亲情。哥，亲情坐门口的时候已经吃完了。废品站没有正式手续，可能会被说成违建，必须找到长期经营且村里知情并收费的证据。 27年了，连个正经名都不写，就这么召见人。以前起没用，现在有用。常贵，婶儿以前嘴耍，你别记恨。我记了，但不恨。陈叔，对不起，是我姨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中奖存折，别把视频发到我公司，我刚转正，不能丢工作，我求你了。坏，但真正把他推出来的人更坏。写个情况说明，把你姨怎么指示你的写清楚，签字，按手印。我暂时不发视频。陈叔，谢谢你，以后再也不敢听我姨的了。有了这个，王秀香不敢乱来了吧？他更恨我，他会换个法子。我没猜错。常贵，出来一下。本来我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一步，你自己看。这不可能！我爸那时候已经在矿上去世了，根本没回过村儿。白纸黑字，这是他生前写的。常贵，这废品站的地不一定是你的。你要是好好商量，哥不把事做绝，但你请律师拿视频让你嫂子丢人，那就别怪哥翻旧账，假不假，你大可找人鉴定。把名字里叶字的最后一笔根本不对，他教我写字时从不会写得那么巧。哥，这张纸早就有，你为什么以前不拿出来？以前你的破棚子不值钱，真不要脸！行，拿去鉴定。我怕你连死人都利用。我爸走了20多年，你们以前提他是骂我没出息，现在提他是想要我的地。陈家人真让我开眼。陈常贵，别嘴硬，走程序你未必占理，那就走。不过哥，你刚才那句以前你的破棚子不值钱，我已经录音了，看你还能守几天。疑点很大，谁主张谁举证？他拿不出合法有效的原件，反而更好。这张说明疑点很大，而村里长期收你费用的票据，加上27年的经营记录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不过对方现在从要钱转成了抢地，下次开会大概率会逼签共同处理声明。孙律师，明天村里开会，我想请您现场陪同，能用2000块买清楚，总比吃一辈子的暗亏强。
今天我只说一件事：陈长贵占的废品站那块地，当年是借我家的。有些人呐，拿着别人家的地，还想独吞好处。王兄弟，你闭嘴！哥，原件带了吗？带了。万一你们死了怎么办？你不是口口声声白纸黑字吗？白纸黑字不敢给人看。对哇，既然有理，就给律师看看嘛。这张纸，你确定是20多年前写的？确定。那为什么这张纸的印刷流水号是10年前才开始使用的？纸上编码显示，这个系列的纸不可能出现在20多年前。陈德航，你怎么敢冒用已死人的名字？这是我爸留下的。那可以报警做新查鉴定。别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那么大。昨晚敲门是一家人，今天造假纸也是一家人，你们这一家人挺忙啊。签了，是不是签了就没补偿？哥，以前你说我收废品丢陈家的脸，今天我才知道，真正丢脸的不是收废品，是拿死人的名字抢活人的饭碗。陈掌柜，你别把话说绝。我说的不是绝，是账。谁是陈德旺？关于村口物流配套道路项目，你的废品场在正式测量范围内，今天需要你配合现场复查。掌柜，哥刚才是一时糊涂，咱们出去说。松开，以前你让我坐门口，现在你也别挡我的路。那个铁皮棚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破了，它破，但它正，不像有些人表面光鲜，里面全是烂账。你就是陈长贵，废品站经营多久了？有相关材料吗？27年。这些是陈先生长期经营记录，另外还有村委会多年收取卫生费、临时管理费的票据。村里知情并且收费，村委会盖过章。盖过。事实清楚，先测量。这是搞啥子哦？不晓得，是不是要拆迁了哦？我们是来做资产资产格的。你看那个是不是要拆了哦？不晓得哦，看起像哦。要是能多赔点就好了。以前他们路过这儿都捂鼻子，今天恨不得把池子上的数字都看清楚。以前别人觉得这些破烂不值钱，今天他们全成了算钱的凭证。哥，说吧。那张纸我真不知道真假，是我爸留下来的。你把我当仇人，哥给你道歉。但话说回来，咱们毕竟是堂兄弟，你现在有钱了，借哥50万，我写借条算利息。哥，你道歉是钱财，借钱才是正财吧？你要借50万，拿店面抵押。你疯了？都是兄弟还要抵押？陈长贵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穷的时候你叫我认命，你难的时候我叫你按规矩，这不算打劫。以前那个长贵已经在你们让我坐门口那天被吃完了。陈先生，事实清楚，后续出补偿方案。今天之前测量确认，不涉及放弃权益。之前那份自愿搬迁票暂停使用，已经签的村民要重新做告知确认。后续问题直接联系项目办，别私下签协议。昨天我都没看清楚就签了哇！刚才逼常贵签的时候可没说回头。大哥，看你全款拿房，平时做什么大生意啊？收废品。哎呦，收废品好，现在回收行业也挣钱嘞。这人比王秀莲会说话。以前41块我都舍不得。常贵，以后下雨你不用拿盆接水了，冬天也不用听铁皮棚响一夜，别人再堵你门，你可以不开，这才叫房子。姐，晚上别回去了，我请你吃饭，庆祝我有门了。两位好，请问坐大厅还是包间？就咱俩大厅就行。包间，我想坐里面，我坐了半辈子门口了。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这不是让你还的账，这是想告诉你，你以前觉得没人管你，可姐一直在。你别觉得这辈子都是一个人，以前的账没了，你要是真想还，就好好活。结账花了328，以前听见这数我会心口疼，今天也疼，但我付得痛快，因为这顿饭吃的不是菜，是吃一口不再坐门口的气。衣服换了，房也买了，买了。行，终于像个人住你的地方了。我以前不像人，这回是真说错了。要办了，舍得？不舍得，但不舍得也得走。最后送你一次，以后发达了，别忘了扫这个小卖部。我穷的时候也没忘。滚！常贵，这份你看看，发给律师。老陈，那天说你没命发财的话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忘了，但我手机里有录音。开玩笑，吓死我了，真吓人。至于王秀欢，连小卖部都不敢进了。加之的事传开后，陈德旺的建材店名声也跟着臭了。第7天，比那1000元自愿清脆强太多了。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这一回，我知道自己欠的是什么。以后还收废品不？收，换个地方整贵点。我回这个。行，回啥干啥，不丢人。27年，我第一次不是被赶走，是自己关门。老陈，县城见，3轮有毛病，随时来找我修啊。以前他像个伤疤，现在他像个旧壳，我从里面爬出来了。舅舅，你都有新房子了，为什么还收废品？因为废品收拾好了也能重新用，人也一样。我端着碗，稳稳坐在自己家的餐桌边，不是门口，不是小孩桌。怎么不听听？我现在好不容易坐上自己的桌，不能再让别人给我安排座位了。真正的翻身不是让他们知道我有多少钱，是我终于可以关上门，让不该进来的人进不来。还买不买？不买了，中过一次就够了，以后接着收废品。我收了半辈子废品，以前收的是别人不要的东西，以后我收自己的日子，破的地方慢慢补。这一次没人喊我破烂城，就算有人喊我也不怕了，因为我知道我收的是废品，不是命，不是命。